王导感受到了一种彻骨的寒意，这寒意无关天气，而是来自中国北方旷日持久的纷乱。已经10多年过去了，王导仍然看不到乱世的尽头。他的好友比他更加忧心忡忡。这个人叫司马睿，晋朝皇室后裔，15岁世袭琅琊王。他在持续不断的皇族内战中险遭不测，刚刚侥幸脱身。司马睿和王导相交多年，一起经历了家国命运的巨大颠簸。此刻，这2个32岁的同龄人心照不宣。未来何去何从，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了。王导已思虑良久，也许是时候把视线投向广阔的南方了。那里有富庶的良田、活跃的经济和根基深厚的世家大族。于是他向司马睿建议：大王，我们南下吧。这是公元307年，西晋末年。纪录片《中国》由经典献映，致敬中华文明，开启有机新生。司马睿和王导风尘仆仆一路向南，在他们逐渐远离的北方大地上，8个诸侯王争夺王朝控制权的内乱正在进入尾声。这场八王之乱历时16年，盘踞北境的匈奴、鲜卑等部族也借机不断侵入。晋朝一直在风雨中飘摇。前面就是那条波涛汹涌的大江了。回望远去的故土，他们心中都明白，过了长江，再想回来就不容易了。但他们决意不再回头。
王导对晋王朝早已失去信心，他把希望寄托在司马睿身上。他有皇室成员难得的谦逊、仁慈、文质彬彬。司马睿对王导深信不疑，这是他年少时的伙伴，是在军中救他于危难的朋友，是琅琊王氏的杰出子弟。北方渐渐远去，但南方的暗线也还看不到踪影。现在，他们在一条船上了。此番南下，司马睿身负朝廷授予的安东将军一职，统领扬州所辖的江南的诸多军事。王导被聘为安东司马，司马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。当时的扬州是晋朝下设的21州之一，范围涵盖今天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。这是王导为司马睿精心谋划的位置。汉帝国崩溃后，曾出现三国鼎立之势。曹魏政权统一了北方，之后又被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取代。在灭掉东吴结束分裂后，晋朝分封了司马氏的27人为王，结果很快引发八王之乱。长期混战带给晋朝无可挽回的重创，而北方各部族还在持续酝酿新的乱局。王导审时度势，劝说司马睿前往江南。在时人的观念中，黄河流域所在的中原代表着中国的正统和中心。却也因为如此，当北方兵连祸结时，南方获得了相对的静好。那里远离政治核心，不受权力关注，没有太多战事，人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农耕桑织上，沃野千里，经济富庶。和中原一样，那里不乏世家大族，根深蒂固，称誉一方。对王导和司马睿来说，南方有无尽的可能性。这确实是充满政治智慧的想象。为了这个前无古人的大胆谋划，他们必须同舟共济。黄昏时分，司马睿和王导在长江南岸的幕府山码头上岸。两个久居中原的人就这么来了。江南是陌生的，也是新鲜的。前方就是他们此行的终点建业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。这里曾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都城，中国南方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中原王朝此前从未将长江以南视为战略重点，但世事难料，公元307年的这次南渡，让之后的中国历史调整了书写的重心。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，真实感扑面而来。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？半年多过去，事情似乎和王导想象的有些不太一样。没有人欢迎他们，当地的世家大族对他们几乎视而不见，不仅无人登门拜访，连礼节性的接风洗尘都没有。作为司马睿南下的策划者和坚定同盟，王导感到压力重重。他不能辜负司马睿以身家性命相托的信任，而且
琅琊王氏是中原颇有影响力的名门望族，作为享誉100年的王室后人，这关乎王导的脸面，也关乎家族在江南的前程。司马睿的府邸门庭冷落，王导急于改变这个尴尬局面。贵为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，司马睿丝毫没有感受到权力带给他的尊贵与荣耀。南方的态度完全不像这里的天气那么温暖宜人。王导告诉司马睿，他主动找到江南大族陆氏，想和陆绾结为亲家，却被断然拒绝。陆绾毫不客气地说，小土丘长不出松柏，香草和臭草不能放在一个器皿里。司马睿也告诉王导，有一天他在街市上与当地氏族领袖顾荣相遇，顾荣不仅没有执礼参拜，还佯装没有看见他，坐着轿子大摇大摆地走掉了。气愤之余，他意识到没有这些力量的支持，恐怕他将无法在建业立足。急躁不能解决问题，平心静气下来思考，南方的冷漠甚至敌意是有原因的。此时距离晋灭东吴还不到30年，南方对中原王朝的隔阂尚未消除，他们被北方势力视作亡国之余，仕途上备受歧视，这导致双方对立进一步加剧。南方士族并非不需要依靠，但司马睿只是皇室远亲，还未显示出他们期待的领导力和号召力。所以建立和江南的关系需要慢慢来，就像江南人吃蟹那样，一点一点耐心拆解。为了让江南大族感受到司马睿是个非同凡响的大人物，王导想了一个策略。在司马睿出行时，他特意拉上身居要职的堂兄王敦等人，恭恭敬敬地跟在后面，为司马睿造势立威。魏晋两朝社会动荡，士人们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处世哲学。他们纵酒欢歌，蔑视礼法，不求使命宏大，只愿个性张扬。帮司马睿把名头打出去后，王导决定自己先出面，去拜会当地的名门望族。为表达诚意，也为交流方便，久居中原的王导学会了说吴语。他性情谦和宽厚，善于察言观色，很快就收获了不少好感。王导知道，南方大族缺的不是财富，而是政治地位。他承诺要把一些重要的官职留给他们。渐渐的，芥蒂开始消散。南方士族们开始和司马睿把酒言欢。他们在惊喜之余，
看到了司马睿的真挚和诚恳。与想象中强横的诸侯王不同，他斯文有礼，甚至给人一种懦弱感。王导则一展名士风流，他酷爱书法，自成一格。南渡时，很多东西不便携带，他却把大书法家钟繇的字帖小心翼翼缝入袍中，一路护到江南。出身北方的著名世家，王导深谙世人间的交流方式。他不露声色地展现才学与风范，并不吝表达对江南文化的仰慕。南北氏族间的关系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司马睿侃侃而谈，推心置腹，他要让众人相信，他是可以信赖的自己人。王导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大家，司马睿正是他们需要的强有力的靠山。他来自礼乐发祥的中原，身上流淌着皇室血液，代表着政治和文化的正统。就这样，多位南方的士族领袖加入了将军府，更多士人入职效力。司马睿终于站稳了脚跟。就在司马睿和王导南渡的第4年，公元311年，匈奴人后裔刘聪带兵攻陷洛阳。2年后，晋朝迁都长安，为避新地名讳，建业改名为建康。公元316年，匈奴人攻破长安，掳走晋闵地。消息传到南方时，并没有引起太大恐慌。在晋朝宗室与南北大族的拥戴下，司马睿自立为晋王。公元318年，晋闵帝的死讯传来，司马睿正式登基称帝，定都建康，史称东晋。中国由此进入南北对峙的格局。司马睿和王导在南方的经营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，吸引着北方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。大批北方士族百姓陆续南迁，避乱江左者时有6、7。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，也带来了中原厚重的文化。在王导建议下，司马睿趁机大量招揽北方士人，充实官员体系。励精图治的2人深知，经营国家就像耕种土地，需要勤勉细致，不疾不徐。继三国东吴之后，南方的经济和文化迎来了又一次大开发。那些沉睡的山川林泽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到来而被唤醒。自司马睿被拥立为晋王开始，王导就一直担任丞相。王导为政贵在清静，他轻赋税，薄徭役，让战乱中背井离乡的民众得以休养生息。他发明了侨妓法，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、侨郡、侨县，用来安置北方移民，为他们提供稳定的栖身之地。同时，
又避免南北士族聚集为争夺土地而引发矛盾。草木有情，江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，王导的威望也越来越高。经过数载耕耘，他终于实现了当年渡江时对司马睿的承诺。但王导的志向并非偏安一方。望着遥远的北方，他时常感受到来自故土的召唤。什么时候才能重返故园呢？司马睿已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，他没有忘记王导为江南基业所做的努力。二人本是同岁，司马睿却尊敬地称王导为仲父。接受群臣朝贺时，司马睿看到王导要给自己行大礼，连忙起身，走过来一把拉住王导，要他一起接受百官朝拜。司马睿的意外举动让众臣大为吃惊。司马睿十分清楚，如果没有王导，即使渡过长江，自己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封王。是王导辅助自己拥有了今天的一切，分半壁江山给他又如何呢？面对司马睿的盛情相邀，王导跪拜在地，坚持不从。司马睿再三邀请，王导再三拒绝。他说，如果太阳也和万物一样毫无分别，那百姓该如何仰望沐浴光辉呢？王导苦辞不受，司马睿只好以加封职位的方式表达心意。君臣二人间的这一幕，深深震动了朝野。尽管王导为人低调，但他的家族主导了东晋政坛却是不争的事实。王导贵为丞相，堂兄王敦统帅6州兵马，朝中官员有一半以上都是来自琅琊王氏或与琅琊王氏有关。世家大族曾是司马睿建立政权不可或缺的支持者，却也由此原本的君臣关系蜕变为皇族与士族共治的关系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政治模式——门阀政治。门阀即是世代为官的家族。自曹魏政权以后，官吏选拔开始注重门第出身，门阀的力量日渐彰显。门阀政治之后在东晋维持了100多年。秋天到了，这是江南的好时节。南渡以来，每逢佳日，相约长江边的新亭，成了北方士族保持多年的习惯。隔江远眺，景色苍茫，家乡就在江的那一边。
王导思虑重重，忽然有人感叹：眼前风景与中原相似，不同的是，如今那里换了主人。王导说：我们应当同心合力恢复中原，为什么要相对而弃呢？王导从未忘记北方，可眼下的南方还无法让他安心。不断有南方士族来找王导诉苦。随着北方士族在朝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双方的矛盾逐渐显露。作为调停者，王导不生其扰。但王导内心真正的担忧是他的堂兄大将军王敦。王敦手握重兵，权倾一时，他越来越不把司马睿放在眼里。王敦年轻时就以粗放豪迈、铁石心肠著称。当年在洛阳，富豪石崇和他人斗富，邀请王导、王敦前去见证。石崇定了个规矩，让侍女敬酒，如果客人不喝，就立即斩杀侍女。王导从不饮酒，但面对此种情况，也不得不频频举杯。可素来好饮的王敦，那天却故意一杯不喝。王导上前劝说王敦，王敦却回答道：“关我何事？”王敦的跋扈以及王家的势力，让司马睿隐隐不安。亲信告诉他，外面都在传王与马共天下。他想起那天接受群臣朝拜时的场景，他是真心想和王导一起分享天下，但是不是因此而让旁人产生了不该有的联想？传言越来越多，身边的人不断劝说司马睿，应该钳制王导和他的家族。司马睿自知不该怀疑相知多年的王导，但心中的忧虑却也很难消除。司马睿意识到，自己大约是史上最没有权势的开国皇帝了，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。疑云越压越重，司马睿与王导数十年结下的友谊，第一次出现裂痕，而裂痕一旦产生，就会不断扩大。朝中大臣也多次提出打压士族、加强皇权的建议，矛头直指琅琊王氏。司马睿觉得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了。随后，受王导重用的官员以及王氏家族的人陆续都遭到弹劾。针对手握重兵、驻守武昌的王敦，司马睿特意将一些北方流民征召入伍，
又将亲信安排到重要位置，暗中为防范王敦做出军事部署。王导明显感受到了司马睿的态度变化，但他始终不动声色，仍专注于自己分内的工作。而司马睿已经下定决心了，他要削弱王室的权力。与王导的隐忍不同，性情暴躁的王敦准备反击。对王敦信中透露的反意，王导并不意外。他素知王敦为人，给一个人权力容易，想要收回来却难。王导只能劝王敦不要鲁莽。司马睿是个重情义的人，不会有过分之举。但王敦早已按捺不住了。公元322年正月，他以清君侧为名，从武昌起兵，直指建康。司马睿一直处在焦虑之中，他是个感恩的人，也是个念旧的人，但为了司马氏的天下，他必须提振皇权。就在备受煎熬之际，一个消息传来：陛下，王敦谋反。司马睿或许预想过这样的结果，现在他果然来了。王导也获知了王敦谋反的消息，他为没能劝住兄长而深感懊悔。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实，他无意逃避。司马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。有人提出，将建康城内的王氏一族全部诛灭，以绝隐患。但这一动议遭到南方与北方氏族的联合反对。他们既不希望琅琊王氏一枝独大，也不希望皇权被强化。如何处置王氏一族的背后，是皇权与氏族力量的博弈，也决定着门阀政治的走向。群臣纷争，让司马睿更加难以抉择。王敦的军队日日挺进，家族的命运生死未决。王导率先做出了行动。他脱下丞相的官服官帽，带着家族的兄弟子侄，天还没亮就跪在了皇宫前。初春时节的建康城，冷雾弥漫，寒凉沁骨。王导的诚意打动了正在犹豫不决的司马睿，司马睿同意与王导一见。目睹王导毕恭毕敬地捧着朝服走进殿内，司马睿几乎下意识地起身迎上前去。王导拜倒在地，万分自责。司马睿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醒，
王导并没有做错什么。他们自幼相识，32岁一起南下，这是他最忠实的朋友和臣子，绝不能让猜疑和迁怒毁了这一切。王导说，没想到乱臣贼子竟出在臣的家族。司马睿扶起他说道，这是什么话？朕还要把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你呢。司马睿不但没有降罪，还下诏把自己任安东将军时的符节授予王导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司马睿的决定是明智的，这个明智决定也替他保住了东晋社稷。回到家中，王导闭门谢客，以避嫌疑。但外面的形势变化仍不断传入府中。王敦沿长江水陆并进，逼近建康，局面对司马睿越来越不利。盛怒之下，司马睿披挂战袍，准备亲自率兵迎战。听闻这一讯息，王导隐隐预感，更糟糕的情况可能就要出现。没有中央军的东晋王朝，只能不断依靠各地方军力来抵抗王敦，但收效甚微。王敦的进攻速度如此之迅猛，建康城的陷落如此之快，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刚刚还在率军迎击的司马睿，沮丧地脱下盔甲，换上了朝服。宫女、宦官、亲信大多已四散奔逃，皇宫里只剩下几个侍卫，还有可怕的安静。攻陷建康后，王敦放纵士兵在城内外劫掠，一直没有去见司马睿。司马睿对身边的人说，这个王敦如果想要坐我的位置，可以早说嘛，何必让百姓受苦呢？之后，司马睿写了一封书信，派人给王敦送去。你如果还不忘本朝，就此息兵，我们可以共同安定天下。如果不能这样，朕就回到原来的封地琅琊，给贤者让路。这一年，司马睿47岁，登基称帝仅仅4年。苦心经营了10余载的大好江南，顷刻间成了他人囊中之物，一切仿佛大梦一场。王敦以胜利者的姿态去见王导，失势的司马睿封他为丞相，他已成为东晋王朝的实际操控者。王敦说，几年前西晋灭亡时，他就不想拥立司马睿，却遭到王导的坚决反对。这一次起兵，王导又没有听他的，导致整个家族差点覆灭。王导的态度却冷淡而坚决，他劝王敦尽快收兵，回到驻地。王导一直谨记着家族遗训：信、德、孝、悌、让。虽然从乱世传下来的家训里没有忠字，
但他心里从未忘记补上这个字。法统名分，君臣之义，是铭刻在他骨子里的世人操守。在王导的坚持下，王敦最终退回武昌，但仍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遥控朝政。建康城破后，司马睿度过了一生中最幽暗的日子，这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。他依然是东晋的皇帝，但已不再是之前的那个皇帝。他是一个失败的、丧失了所有权力的皇帝，这击垮了他全部的精神意志。大部分时间，他都独自一人枯坐在宫中。眼前的江南已不是他的江南，身后的北方却是他回不去的北方。他时常陷在回忆里无法自拔，郁郁终日。南方的雨季总是绵绵不绝，漫长的好像永远见不到天日，一切都是潮湿的、阴冷的。明明昨天还繁华似锦，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境地？作为司马氏的后代，司马睿当然深知皇权至高无上的重要，但他也知道，相比先祖，自己无疑是懦弱的，所以他愿意和王导同船共渡，携手而行。作为世家大族的后代，王导只想以士族之力辅佐皇权，用一个王朝的辉煌成就一个世人的荣誉。但权力却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成了他也无法控制的结果。他们一起来到南方，从无人问津走到创立新朝，司马睿和王导都以为一切终于有了改变。但是到最后，司马睿竭尽全力想要维护的皇权，和他同样竭尽全力想要维护的朋友，似乎都不知所踪。王导一心想要营造的安定繁荣，还有琅琊王氏绵延不绝的光荣，似乎也都无力左右。而他们共同的北国故园，和彼此心中都不愿放弃的友情，永远地停留在过去的某一个时间，一个回不去的时间。司马睿离世第2年，王敦再次起兵反晋。这一次，王导和琅琊王氏其他成员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。很快，一意孤行的王敦身死兵败，王导再一次替司马睿保住了他的江山。
没有了司马睿的日子，王导抵达了他人生的顶点。之后的2代皇帝都对王导敬重有加。此时，东晋已不再设丞相一职，王导被封为掌管国家民事的司徒兼太保，辅佐太子。皇帝准许王导上殿穿鞋佩剑，奏事不用通报姓名，甚至都以晚辈身份向他颁布诏书。他是东晋3朝元老，已成为王朝的精神象征。风云跌宕，岁月穿行，王导正在老去。晚年的王导对于奏章和决策都不再做出评价，只偶尔画圈承诺。当年以精准点评时事人物而著称的大名士，成了许多人眼中的老糊涂。有人将这样的议论告诉他时，他微微笑道：“你们都说我糊涂，等我死了，你们会怀念这种糊涂的。”王导的糊涂中隐藏着无奈，也充满了智慧。隔江而治，掌控南中国的东晋王朝，看似光彩绚烂，但搭建在门阀政治上的皇权并不稳固。人情练达的王导是洞悉这一切的。他亲手推动形成了这样的政治格局，又用一生的时间来寻求平衡。王导尽力了。在中国北方乱作一团时，东晋小心翼翼地维持了南方的百年偏安。衣冠南渡，让中原的政治和文化根脉得以延续，也让南方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开发，将它的广袤丰美尽情展现。公元420年，东晋王朝终结，南朝开始，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。由皇权与士族共治的门阀政治，没有足够的力量一统天下，甚至无法让一个王朝延续更久，但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独特而璀璨的文化遗产。公元353年3月初3，上巳节，一些士族子弟相聚在绍兴兰亭，饮酒赋诗，畅叙幽情。其中有精通音律文学的陈郡谢氏领袖谢安，还有琅琊王氏后人王羲之。那天，王羲之写下《兰亭集序》，记录山水之美和聚会之欢，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。这只是东晋时期无数次世人雅集中的一次，却被后人不断怀想。怀想他们用率真自信塑造的魏晋风度，怀想他们为中国文化赋予的洒脱气质。物换星移，旧时王谢堂前燕，最终都飞入了寻常百姓家。
一个时代终会结束，但每一个时代都会留下它不灭的精神。经典致敬中华文明，开启有机新生。提醒您下期看点。一位幼年丧母的鲜卑青年，带领自己的民族主动发起变革，全面融入汉文化，以见勇无畏之气，重新启动了中国北方大地新的生机，以前瞻性的理想拉开了民族融合波澜壮阔的大幕。纪录片中国，待会儿见。纪录片中国，现在继续。